徐凱在機場遭人擲雞蛋，譚松韻直接拉着徐凱的手，把他送進車內。在流量時代，明星的機場從來不是通道，而是舞台、戰場，甚至是情緒垃圾場。而這一次，舞台上飛來的不是閃光燈，而是雞蛋。近日，一段偷拍視頻在社交平台迅速發酵。演員徐凱在機場遭人近距離投擲雞蛋，現場一度混亂。同組演員譚松韻第一時間拉住徐凱，幾乎是硬拽着將他塞進等候車輛，全程不到1分鐘，卻讓整個內娛炸了鍋。這不是簡單的黑粉鬧事，也不是一句偶發事件就能糊過去的意外。根據多位目擊者描述，整個襲擊過程持續約15到20秒，投擲者並非胡亂發洩，而是有明顯目標意識。雞蛋直接命中徐凱的臉部和衣服，尤其是他當日穿着的高定外套，瞬間一片狼藉。現場粉絲先是愣住，隨後出現尖叫、推搡，機場安保明顯反應滯後。就在混亂升級前，譚松韻出現在鏡頭中。他沒有停下來安撫粉絲，也沒有遲疑尋找工作人員，而是直接抓住徐凱的手腕，快速觀察四周，隨後將他拉向車輛方向。動作乾脆，力度很大，幾乎是半保護半拖拽。偷拍視頻曝光後，播放量在短時間內突破1000萬。這場風波中，譚松韻的反應成為輿論焦點。不少網友注意到一個細節，他並不是慌亂的逃離，而是在移動過程中不斷回頭掃視人群，像是在確認是否還有第二個危險源。這種反應不像普通同事，更像是對公共場所潛在風險高度熟悉的人。有業內人士指出，近年來頻繁發生的機場圍堵、跟拍、辱罵，已經讓不少藝人形成條件反射式的自我保護機制。譚松韻的反應或許並非英勇，而是娛樂圈女性長期處於不安全環境下被迫練就的生存技能。所謂機場監控流出的視頻，目前並未得到官方確認來源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段視頻並非完整記錄，而是經過剪輯，只保留了衝突最激烈的部分。這直接導致2個後果：情緒被無限放大，動機被過度解讀。在缺乏官方通報細節的情況下，網絡開始自行補全故事。警方隨後證實已控制1名涉事人員，但未公布其身份、動機以及是否存在組織或長期跟蹤行為。而這恰恰是公眾最關心的部分。有目擊者稱，嫌疑人在徐凱出現前已在現場等待較長時間，並不斷低頭查看手機，疑似通過行程信息進行定位。這一說法雖未被證實，卻進一步加深了預謀論的傳播。網絡分裂、同情、質疑、陰謀論齊飛。事件發生後，輿論迅速撕裂成幾派。支持派認為，這是典型的人身攻擊，性質惡劣。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不該成為情緒宣洩對象。譚松韻的反應值得尊重，他是在救人。質疑派則表示，為什麼安保這麼鬆？行程是否提前洩露？是否存在團隊管理問題？極端聲音更進一步，將矛頭指向徐凱與譚松韻的合作關係。臆測粉圈極度 CP 過界，甚至有人指責譚松韻動作太大，表演成分重。這些聲音彼此對立，卻有一個共同點，他們都在消耗當事人的安全感。近幾年，內娛頻繁出現私生跟車圍堵、辱罵等行為，但真正被定性為公共安全問題的案例卻寥寥無幾。粉圈的一個危險邏輯在於，我投入了情感，所以你必須按我期待的方式存在。雙引號，一旦現實偏離幻想，憤怒就會被合理化。這次的雞蛋事件，不過是把這種情緒具象化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在事件發生前，社交平台上曾出現針對徐凱與譚松韻的攻擊性言論，內容涉及人身羞辱、威脅暗示，但並未被及時處理。事後清理顯得廉價而敷衍。如果極端言論只在出事之後才被重視，那麼平台所謂的安全機制本質上只是公關裝飾。有人說他們賺得多，風險也該自己承擔。雙引號，這種說法聽起來理直氣壯，實則冷漠。公共場所的暴力，無論對象是誰，都不該被合理化。今天是明星，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個被盯上的普通人。如果這起事件只被定義為明星遭遇極端粉絲，那結論就太省事了，也太懶。真正值得警惕的是，這類行為正在被不斷重複，卻從未被系統性解決。近5年，娛樂圈機場衝突事件的關鍵詞高度相似：圍堵、跟拍、辱罵、推搡、投擲物品、安保遲緩、事後刪帖。區別只是嚴重程度。雞蛋看起來不致命，但它傳遞的信息極其清晰。有人敢在公共場合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對特定對象進行身體攻擊。如果這次成功了，下一次會不會升級？事件發酵後，徐凱本人並未第一時間發聲，這在粉圈內引發兩極反應。一部分人理解這是團隊策略，避免2次刺激；另一部分人則指責他軟弱不回應等於縱容。但現實是，藝人在這類事件中幾乎沒有主動權，說多了被指炒作，說少了被罵不負責，情緒表達被解讀為人設，法律回應被炒擺架子。這種畸形輿論環境本身就是風險的一部分。事件中，譚松韻被大量讚美，稱其姐姐力爆表安全感天花板，但與此同時，也出現另一種聲音：拉那麼用力是不是在作秀？雙引號，是不是故意制造話題？雙引號，如果換成男演員，會被這樣誇嗎？雙引號，這正是問題所在。女性在危險中表現果斷，被稱為英勇；一旦稍微超出期待，就立刻被懷疑目的不純。讚美與審判幾乎同時發生。這段偷拍視頻的傳播本身就存在巨大爭議，它並非官方發布，也未取得當事人授權，卻被無限轉發、慢放、逐幀分析。在還原真相的名義下，隱私被反覆消費。有人說，不曝光，問題就不會被重視。雙引號，但問題在於，曝光與圍觀之間的界限早就被踩爛了。到目前為止，平台的反應依舊停留在清理部分極端言論，經紀公司也只是簡單表示已配合警方，沒有復盤，沒有機制調整，沒有公開說明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下一次事件發生時，一切仍將重來。網友真實評論節選，撕裂才是常態。不管是不是明星，被扔雞蛋都不正常。現在粉圈瘋子越來越多了，安保這麼拉胯，遲早出大事。有些人就是把藝人當成自己的情緒垃圾桶，別洗了，行程洩露誰的鍋？譚松韻那一下是真的快，我第一反應是心涼。雙引號，這些評論彼此矛盾，卻拼出一幅真實圖景。公眾已經不再天真，但也找不到出口。警方帶走嫌疑人，並不代表問題解決。熱搜下架，也不等於風險消失。這起事件真正留下的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。當娛樂產業越來越依賴情緒驅動，當粉絲文化不斷鼓勵越界親密，當平台只在事故後裝作負責，下一次被砸的會是誰？結語：雞蛋砸在徐凱身上，譚松韻的手拉住了他，但真正需要被拉回正軌的是整個早就失控的系統。
如果這一切最終只被當成一條八卦談資，那下一次飛來的就不會只是雞蛋了。結語：雞蛋砸碎的不只是衣服。這起事件中，徐凱的外套可以清洗，形象可以修復，熱搜終會下沉。但被砸碎的是娛樂圈長期粉飾太平的安全神話。而譚松韻那一瞬間的反應，恰恰說明了一件事：危險從來不是突發，而是被忽視太久。這不是一條八卦新聞該有的終點，而是整個行業必須面對的起點。